那对这个，其实大家觉得说，我们有一个误解，大家以为说习近平没有连任压力，有，习近平有连任压力。你记不记得？原来大家都只能做2任，对他做了3任，他凭什么做到第3任？传说之一就是他跟大家讲，他跟政治局讲说，给我第3任。当时说不行啊，规矩是2任啊，那是软规矩。什么叫软规矩？不是白纸黑字写的，是大家口头同意的，所以这软规矩可以破。第二就是给我第3任，我解决台湾问题。所以如果这是对的话，对，他有压力的，他有解决台湾问题的。他现在已经3任刷到期了，今年是2026，明年是2027，明年是10月到12月之间，他第3任就到期。难怪美国的军方或者他情报单位一直讲说2027要动台湾，2027窗口嘛，就这意思嘛，戴维斯窗口就这意思。另外是2027什么建军多少年了，什么建党多少年了，那是另外的，也不是他权力问题，对。那是那个反正别的历史问题，但是2027呢是第3任，所以我讲说，如果真的是有压力的话，我怎么等到2027要打你？我一定是2026就打你，所以我说是2026。那现在川普告诉说，只要我在任，他不敢打台湾。如果川普这话是当真的话，那台湾是安全的了，就过了就过了窗口了。对，那我们就等下一个窗口就是了。所以是习近平你自己能不能过2027？对，是习近平的压力。对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川普的压力最大，因为他今天11月3号，那再来是普京看什么时候政变，什么时候推翻他。习近平就是明年的这10月到12月，所以3个人都有压力。那泽连斯基有没有压力？泽连斯基本来有压力的，泽连斯基现在这样弄呢，说不定就没有压力了。而且这样弄了之后呢，就算改选，我会当选的。他现在活过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说那时候他一定要在白宫跟川普吵架？他那架不吵，他回家他要倒台的。对，他必须吵架。所以我常讲，我再说一次啊，台湾人要懂国际政治，要懂得吵架，要懂得国际政治。因为整件事情吵完之后，他说川普不帮他，我说不会的了，川普必须帮了。然后川普帮了，欧洲也帮了，欧洲帮时川普就要来帮了。对，所以泽连斯基算得非常清楚，川普是算完了，但没有泽连斯基厉害，因为。对川普来说，帮不帮呢？我就是省一点钱跟不省钱的问题。但对泽连斯基来说，你帮不帮呢？是我脑袋留不留得住的问题。所以我当然算得很清楚。好，我们先回来这里来。所以刚刚讲的上中下3策，现在川普计算是上策暂时做不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追求中策。中策我再说一遍：第一，废核子武器，所以我拿浓缩铀。所以浓缩铀要么就是你交给我美国的上策。那中策就是交给俄罗斯或交给中共，然后再来就交给联合国，交给这个 IAEA， 交给这个原能总署。那再不行就是原能总署每个月来看，比如说这样的。那这些大概最底线就是美国可以接受原能总署每个月来看。原能总署来看的时候，美国一定派专家进来的，因为原能总署里面有美国专家。另外大家可能不知道。原能总署的美国专家里面曾经有台湾专家也有台湾专家，这个事情我们就不细讲了。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台湾的科技实力非常强，但有些人呢现在是挂着美国科学家的身份，因为他已经规划成美国人了。但是只要他一旦离开公职之后呢，通常回台湾来住，因为台湾有健保。台湾健保非常好，然后他对台湾的生活各方面都比较舒适。我曾经听过，就是我们的核电厂那种所谓国际能源总署怎么控制？他说你那个门不能随便打开，你的门只要一打开，我就知道他的国际能源总署的灯就亮了，警铃会响。对，没错，是这样。对，所以他如果真的是让国际能源总署去，他不是说我人去了，他一定会建构一个设施，把它困在一个他可以相信的环境里。对。然后其实他对北韩什么原来就想这样做嘛，北韩是不接受嘛。美国是用清水厂跟他换重水厂，北韩不接受，因为北韩不相信美国，所以北韩最纳闷就是说，你越南为什么相信美国呢？那你也跟美国打过仗，我也跟美国打过仗，为什么你相信美国呢？越南答案只有一个，我反中共。你反不反得了？你反得了，美国就相信你；你反不了，美国就不相信你。金正恩呢，太过犹豫。看看他女儿吧，金主任说不定会相信美国。
所以原来呢，川普设想就是，如果我们呢一次一炸呢，就把伊朗神权政权全部炸掉了，伊朗变天了，那什么就解决了。对，就没想到一炸呢没有成功，所以最好状况没出现，我们只好追求中层目标。但现在呢是以色列希望追求上层目标。现在看看美国跟以色列怎么样去达成共识。纳坦雅胡担心就是，如果我只追求中层目标的话，是不是要改选？然后我是不是我要进法庭？所以纳坦雅胡有他担心，有他担心。好，那先回到你刚刚讲的亚伯拉罕协议。对，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9月份，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推的一个东西。简单说就是你们中东国家打了这么久，你们在没有以色列以前呢就已经打了1000年。现在以色列来之后又多原因又打了这个几十年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我们讲句白话就是，你们打不赢以色列了，以色列很厉害了，你们打不赢以色列了。那如果我放手的话，以色列可能把你们全打败，而以色列可能扩土10倍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也不愿意吗？那这样好不好？我劝以色列不要打，那你们也不要打以色列，那咱们再好好谈。那怎么谈呢？你们不是信不同的教吗？他们信犹太教，你们信伊斯兰教，然后还有天主教、基督教啊，天主教不要说了，基督教在里面了。那你们都有共同祖先嘛？共同祖先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啊，4000年前你们都是兄弟啊，或堂兄弟啊。那这样的，我们要搞亚伯拉罕协议 （Abraham Accord）。你们来签好不好？那川普说了之后。好，有2个国家说了，阿联说可以了，这听起来不错。巴林说可以了，那我来签。所以阿联呢跟巴林呢进来签了。前面以色列不是已经跟埃及什么都已经和解了吗？跟旁边的国家和解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希望谁来签呢？希望沙烏地来签。沙烏地本来也准备签了，所以呢，伊朗才到后面呢推了哈马斯去打那个以色列，就是要破坏这个协议。那有人就说啊，那个一弄起来之后呢，就会爆发着中东第6次大战。我说绝对不会。我说第一呢，你从以色列为中心，你周边这样顺时钟的看一圈，没有国家愿意跟以色列打仗，因为他们都跟以色列打过，都晓得打不过。第二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和平呢，我们赚钱会比较多，打仗呢可能大家吃亏比较大，所以大家愿意和平。那第三就是，伊朗呢，现在可能比以色列更讨厌，伊朗更麻烦。伊朗对我们的威胁比以色列更大，伊朗有石油有什么，它威胁更大。而且如果伊朗有了核子武器的话更麻烦，所以最好就是伊朗不要有核子武器。那谁能让伊朗没有核子武器呢？美国，美国才能让伊朗没有核子武器。所以难怪说在签这个所谓的这个停火协议的时候，川普是一个一个打电话，他自己讲周边所有的国家，连埃及、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，这个阿联酋，全部一个一个打电话，全部都希望他们签亚伯拉罕协定。本来签亚伯拉罕协定是有争议的，会有阻力的，因为伊朗的问题变成顺了。对，顺了以后，对他来讲，对，所以原来他为什么要打电话？所以川普就是莫名其妙的得到一个很好的结尾，是伊朗年做完之后，我的亚伯拉罕协议推起来就比较容易。对，现在看起来就是伊朗问题只要摆平到一定，不用完全摆平啊，摆平到一定程度，亚伯拉罕协议跟往前大幅推进。对，我们先把往前讲啊，亚伯拉罕协议简单说就是这样子。用外交承认，大家承认以色列，不要跟以色列为敌了，对啊，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，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经贸跟安全的安排。经贸的安排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生意，以色列做生意能力很强的，犹太人做生意能力很强，大家都知道，犹太人可以把淡水卖给很多国家，可以把淡水技术卖给很多国家，这个犹太人做得到的。犹太人甚至可以把军火卖给要打他的人，这个都不在话下了。所以犹太人会做生意，大家都知道。那犹太人另外一点就是，那如果你们愿意跟我签协议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些安全保障。怎么给安全保障呢？我把铁穹计划给你一部分。哦，他铁穹计划给了巴林跟给了阿联呢？对，他给了一部分呢，对不对？给了巴林跟阿联呢。所以如果说你们跟我关系正的话呢，我愿意提供一些铁穹技术。大家共同来防御伊朗，
大家就说好主意，这是好主意。哎，如果这样讲，中国头会痛因为你本来我2个东西。我用 AI， 我用 AI 已经把这个是对阿联酋，对，我已经把沙特阿拉伯纳在我美国的手下。没错。我如果再用这个所谓亚伯拉罕协议，用这个以以色列为中心，然后整个是一个军事跟经济的同盟，那整个中东的地区就在美国、以色列为核心往外去扩展，那等于说你中国就没有插足的余地了。没有错。所以如果说这个成功的话，美国不但以以色列为中心，美国还跟大概2个国家合作。一个是沙特阿拉伯，一个是埃及，这2个进来的话，这个就非常巩固了。对，还差一个国家，土耳其。对，土耳其。如果土耳其进来，简单说就是阿拉伯人进来了，然后这个犹太人进来了，然后这个突厥人进来了，然后剩下什么呢？剩下就是波斯人还没进来，然后看你波斯要不要进来。当然还有一个了，库德人。库德人，还有库德人。对，那这个我们再看看吧。所以亚伯拉罕协议呢？是川普现在极力想推的东西，我们不妨关注一下。我现在怀疑一件事情哈，你提到这个东西，你刚刚讲的给我一个灵感。川普在那边推亚伯拉罕协议，川普不是在这个说要打电话给赖清德吗？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下这事情。他谈什么？对，他是不是想谈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？有没有这可能？承认台湾？然后这双方签和平协议，我们签一个台海版的亚伯拉罕协议，是，那我们可能要签炎黄协议，炎黄协议，这是我们大唯一能接受的东西了。因为这次刚刚讲的，这个让台湾觉得我的那种既视感非常的强，是因为你觉得伊朗已经不是伊朗问题了，你在这个川普要去处理伊朗问题的时候，居然把台湾当成2个牌当然打，2个牌当打的时候，第一个是我让14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军购往后延，我等于说我是对中国示好。可是其实那个更狠的是，我要打电话给赖清德。他如果确定打电话给赖清德，而且台湾的军购是他可以跟赖清德说了算，等于把中国完全撇除在外面了。那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无法忍受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中国外交部反弹非常非常强烈。可这2张牌，我觉得对台湾来讲，有很多各种说法。一种是我们要被卖了，我们要被当筹码了，我们变成这个所谓的颠板上的肉了。一种说法是说，台湾现在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了。台湾重要性当然被凸显出来了，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没想通这事儿，包括我们很多蓝营的老朋友没想通这个事儿。台湾有多重要呢？大家可能都说晶片，其实不止。第一，台湾最重要是民主伙伴，民主伙伴。国际政治呢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，意识形态跟价值观斗争是非常真实的。早在大概差不多300年前，国际上也有国际警察。那时候欧洲各国呢在那边纵横捭阖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那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欧洲国际警察是谁？是俄罗斯沙皇俄国啊，沙皇俄国，他跟很多国家有姻亲关系。对，对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然后很多跑去当别的国家国王的呢，还不会讲当地的语言，他讲的还是这个俄语或什么。所以第二就是因为这些呢都是。我们是王室是联姻的，然后我们呢对这个秩序呢都有共同的这价值观，我们是维护王室的统治，所以而且当时拿破仑后来是拿破仑出来了，在那之前呢，欧洲一些动乱呢跟着王室的动乱是有关系的啊，谁跟谁结婚呢？谁不要跟谁结婚呢？谁跟谁是姑姑啊？谁跟谁是侄子什么等等，这关系很复杂。沙皇时代，俄国这个关系搞得非常清楚，他们有很清楚的那个图表，然后贴在墙上看说，谁跟谁是什么样，谁跟谁的鼻子是一样大的，谁跟谁的下巴是一样的，谁跟谁什么样的，搞得非常清楚。也就是我借这种联姻跟这种婚姻关系呢，我巩固我们之间这些友情，然后希望说战争再怎么打呢，不要打得太厉害。真正打得最凶的是拿破仑，他跟大家都没什么关系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，他是一个平民出身的，他要干什么？他颠覆旧秩序，所以那时候叫什么？这叫 old regime， 叫旧秩序。我们要维护这旧秩序，谁来维护呢？我沙皇俄国维护。就现在打下来之后呢，打得蛮惨的，因为这样打下来之后呢，俄国国力衰弱，他的这当国际警察能力就开始退步。那当拿破仑战争打完之后呢，拿破仑这些军队呢回到各国去呢，开始推广这些理念。对，所以大家觉得说旧秩序不值得维护。再加上工业革命开始，
所以这几个因素一推呢，现代世界开始出现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国际警察呢是沙皇俄国，现在的国际警察是美国。那么我在讲什么？我讲说国际秩序跟价值观呢，通常是国际政治的主轴。今天也是，今天国际政治主轴是什么？民主对抗专制，民主对抗共产。那在这个意义下面，我们站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？对，我们当然站在民主这边。所以对世界主流国家来说，台湾是什么？台湾是民主伙伴，这是大家捍卫台湾的第一个理由。因为如果民主伙伴我们捍卫不了的话，那别人我们可以丢掉，那这个民主同盟不值钱了。可是我这个价值观可以被挑战，这秩序可以被破坏。那这个价值会比利益还更重要吗？这两者几乎差不多的。我不能说这一定超过它。对，因为看哪一个现在是燃眉之急。谁是燃眉之急，我们先处理谁。对。那如果石油是燃眉之急，我们先处理石油；如果经济是燃眉之急，我们先处理经济；如果这些都不碰到，那碰到是价值观，那我先处理价值观。那是我的生活形态。对。所以民主伙伴是第一个。第二，台湾是很多国家重要的经贸伙伴。当然说不是啊，大陆跟他们的经贸这个数量大很多，对，他们重量我们重质。他们跟大陆买了很多东西，别的地方买得到，但比较贵，更比较旧。他跟台湾买的东西，别的地方买不到。对，只有台湾。讲完了。所以台湾跟他们的经贸关系重质，大陆跟他经贸关系重量。他们在关键时刻会舍弃大陆要台湾，因为没有台湾他活不下去，没有大陆他可以跟别的地方去买贵一点点。所以第二，经贸关系。第三，晶片。台湾晶片别的地方买不到，只有我这边有。这第三。第四，台湾海峡。我们再说一次。经过台湾海峡的货柜轮，每一天是全世界的货柜轮总量48%。美国几个国务卿讲过，所以如果台湾被中国大陆拿走，台湾海峡内水化，当然不会内水化，但中共宣称内水化的时候，第一，你们经过台湾海峡可能比较难受；第二，你可能绕台湾东边；第三，绕台湾东边之后，你还绕南海，这样你的路会远得多。不但是路远得多，油耗得多，然后时间会比较长，更重要什么？你保费会增加很多，保费才是最大的东西。很多这些保险公司呢，可能要加费啦或什么的呢，你吃不消。所以台湾海峡呢是非常关键的。今天台湾海峡这个台湾呢至少抓了一半，然后美国跟日本呢跟世界各国来参与的话，台湾海峡保证是一个世界航道，那这个的重要性不用说了。最后就是台湾是反共的第一线，我们不要说我们台湾了，你们欧美国家对你的生活形态你重不重视，你珍不珍惜？你如果珍惜你的生活形态的话，你应该帮助台湾珍惜我们的生活形态，因为我们的价值观、生活形态跟你们是一样的。那讲到底就是美国现在不是想说再次伟大吗？对。没有台湾，美国很难再次伟大，就这样子，就坦白说，我们反过来说，大家不相信的，我反过来讲一下，如果今天中共突然拿了台湾，美国救不及，台湾被中共拿走了，你觉得美国能再次伟大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大家这样想就晓得了。所以台湾有多重要，大家现在看懂了。对不起，我们的蓝白营老朋友们，大家想通没有？你真的要帮中共讲话吗？讲清楚啊！是，而且我觉得在工业生产上面，只有台湾可以跟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、跟制造力、跟管理工厂的能力可以相抗衡。你不要说今天台湾被中国拿去，你光是台湾去不帮美国的话，光让美国单独去面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生产力，美国就垮掉了。所以你希望你现在看到他现在要恢复生产力的时候，台湾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好，那在这过程里面，他说他要打电话给赖清德，我觉得是这中间最精彩的一个桥段。他会打吗？那打了以后效果会不会这个影响会怎么样？他这个川普这个人他说的话不一定会做的。他早上讲的话，他下午自己就推翻了。所以他说想要打给赖清德呢，不一定会真打。那不管真打假打，就是他底下部署一定会打。一定打。一定有人要打电话。一定要的。不一定打给总统府，但一定打给我们，这个毫无疑问的。军售呢是一定要谈的了，大家不用担心了。军售最多是打折扣，它不会取消，然后最多是延期，最坏就是这样，110亿内也还没交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不用担心。大家说，你看美国讲说卖武器，最后呢我们给的钱都武器没有来，
我说这跟我们的谈判能力有关系。我们当时就应该加一条，到什么时候你有武器没交付啊，我就开始要抽利息，你要付利息，没有白付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美国跟人家做生意也要利息，那我跟你做生意也要利息，正常。我可以打个折扣啦，打个95折啦，对不对？但我要收利息，这第一个。第二就是，那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你要给我第二条路，比如说我买法国的什么飞机，我买瑞典的 SUB 什么飞机什么的，或者我买谁的潜水艇，你美国不能交货嘛？那我有第二个管道，所以我要有弹书，所以我们的谈判能力要加强。我们现在是有谈判能力的。我们有晶片，有这东西，有谈判能力，我们有筹码的，我们有筹码，所以我常讲说，我们这边写的不是温良恭俭让，我们写的是国家利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要会谈判，我们要敢谈判，大家不要看到美国人膝盖就软掉，没有关系的，美国人认道理的，我们跟美国可以讲理，所以这个呢，我觉得不用太担心。那如果川普真的打电话呢？对啊，真打电话，要做准备，我们要做足准备。李总统那时候面对这个中共的飞弹演习有18班剧本，我们这个少说要9个剧本吧。川普打来了，然后怎么讲话什么的，他讲一些什么东西，我们每个都要准备好。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接受，我反将军，你上次答应东西没做到，那你这些又答应什么东西，你又没做到怎么办？那我得要点什么东西？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底气的。我们要有底气啊。所以，如果真的打电话了，我们得准备好。你上次110亿还没交，你现在要140亿，那不行，上次我要拿利息了。对，或者说你给我第二条管道，就是我们要能讨价还价。是可以谈的。当然了，就赖总统现在4点回应到点了啦。第一，就是中共才是这个台海和平的这麻烦制造者啦，我们有实力才能带来和平，所以我们要军售啦。然后第三说捍卫中华民国没有台独啦，第四说台湾是全球核心力，这话都讲的都对，但这都是防守式的说法，我们要进攻式的说法。要像纳坦雅胡一样，把伊朗打掉之后区域就安全了，我们要讲什么？把中共解决掉了，全世界都安全了，这是对的呀。看这有办法，川普一定听得懂，但我们要敢讲啊。对，好，不过在这个局势里面有一个普丁跑出来了。川习会之后，普丁马上就跑到了中国去，然后呢，这个普丁跟这个习近平见完了以后呢，习近平说我也要去找金正恩了。这你讲，您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一盘棋的这个味道就更明显了。你觉得普京为什么跑去看习近平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出卖我？川普跟你讲了什么东西？我要知道一下。是啊。他当然想知道川普讲什么，然后川普不是讲了吗？我跟习近平聊了1个晚上，对，你们聊1个晚上，就算有翻译，你们讲了很多话呀。你们到底讲了什么东西？你不是一定有讲乌克兰战争啊？乌克兰战争他讲了什么？川普到底要不要帮乌克兰帮到什么程度？川普要不要透过欧洲帮他什么？川普有没有讲说欧洲要帮乌克兰帮到什么程度？我要知道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说非常关键。第二就是你帮不帮我嘛？你帮不帮我？你会不会出卖我？川普一定给你很多诱惑，那川普拿什么诱惑你？对，然后我得掂量，我还能拿什么东西诱惑你？现在普京对中国的依赖非常高哦。今天坦白说，如果中共不帮忙，普京可能打不下去。你觉得他的工业能力还有多少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他现在如果不卖石油给中共的话，他还能卖到哪个地方去？对，他可以卖到一些欧洲国家，没有错。然后他卖给印度，印度再转手再卖给大家，加工之后再卖给大家。美国知道，但是美国只好同意啊，因为美国现在也没办法做到这一步。普京的石油每一桶成本，现在我若没搞错是59块，美国的页岩油的这成本是80块。美国如果能够把页岩油的成本压到60块，美国的石油跟普京石油就有竞争力了。所以美国现在还不行，所以现在美国当然这个卢比欧也好，然后那个范斯也好，不都出去推销美国石油吗？川普自己也推销吗？现在大概只有台湾、日本跟南韩愿意买。你从阿拉斯加运过来嘛？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安全一点。那而且我们多一个管道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买美国石油也是买保险嘛。对不对？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所以普京非常担心中共出卖他跑去第一呢，搞清楚你有没有出卖我。第二就是你还需要帮我忙，
所以现在大家不是说普京带了多大一个团过去，带了半个俄罗斯的政府过去，5个副总理，然后8个部长，然后该来的全部来了，那剩下一个总理在这边看家。那有趣的就是这次习近平见川普也是一样，李强看家，然后其他人都来了。那么你刚问到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跑去找金正恩？对。他晓得川普将来会动金正恩，川普动过金正恩的，对不对？双方在越南开过会的，金正恩疑心太重，金正恩那时候如果疑心不重，金正恩说爽快点答应的话，今天北韩呢会比伊朗有钱很多。当时川普讲得很清楚，你们要到北韩投资，北韩将来会非常有钱。为什么？北韩将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地点，他想拿北韩当做另外一个工业区嘛。对。如果北韩真的说开放了，然后美国商人都要投资了，是台商都要去了。因为北韩有非常好的工业资源，它有非常好的碳，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矿产，它的这个矿产的资源在全世界是排名非常前面的。对，所以如果说北韩真的愿意做到这一步的话，他卖资源什么的，他们的发达程度非常可观。所以川普当时看中这点，就金正恩的疑心太重。所以看看下一步吧，金正恩说不定在最后老来会转念的。所以简单说就是，普京呢怕这个习近平出卖他，然后习近平要稳住金正恩，你不要跑掉，你不要乱跑，所以我来看你一下，看你有没有怎么样。因为川普下一步呢一定会动你，我先来打个预防针。那么简单说就是大家说现在中俄朝什么的现在巩固，这也是事实。因为美国现在正在剪裙边，一个个帮你剪掉。对，美国不是说吗？伊朗问题解决之后呢，我的舰队回头呢要去处理古巴问题，对，这就剪裙边嘛。所以对中共来说呢，剪裙边真的剪到肉了，真的剪到肉了。可是我现在听到台湾有一些人讲说，不得了了，现在中国是大国崛起了，你看到川普都要去拜托他了，普丁都要来见他了，也说美俄2大强权都要纷纷的上朝的这个朝贡。现在中国真的有在这个区域安全，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他们讲习近平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了。应该这样说，中共当然有他的角色可以扮演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还有这么多筹码在那可以玩。我们刚刚讲他有这么多筹码可以玩，另外就是他的确现在还是一个制造大国，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。这制造大国谁弄出来的？我们弄出来的呀。我们台商就弄出来的，我们自己把制造业搬上去，帮它扩大200多倍，然后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威胁，现在变成全世界威胁，谁搞的？我们搞的呀。然后它这个世界市场的地位谁搞出来的？人口搞出来的。但它现在人口大量减少，所以这市场呢会慢慢这个暗淡，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大市场，这件事是无可讳言。所以它有没有这么大筹码可以玩？当然有，但它有没有引诱？当然有。中国大陆的经济的情况、失业的情况跟社会的动荡，这些都最后就是政治的动荡，这些最快在我看今年现在是几月？现在5月。今年要开5中全会，5中全会是9月到11月。习近平第一个挑战是5中全会，他第一个挑战是5中全会，5中全会过的话，他可以撑明年。5中全会如果碰到很大问题的话，那就很难说了。他3中全会碰到很大挑战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威胁时间比川普要早。川普是11月3号，他是9月到11月之间，可能早于川普。所以你觉得他没有看起来那样气定神闲，他其实是内部有很大压力。那当然。可是内部还有人可以挑战他吗？这样说，你觉得张又侠问题摆平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摆平。还没摆平，刘振立可能不是什么，但张又侠可是一个很大问题。张又侠是抓下来了，但抓下来跟摆平是2件事情。就像当初薄熙来被抓之后，大家担心他翻案了，他也可能翻案了。邓小平3下3上，3上3下不也翻案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中共的这些，我们常常讲说，清真监狱是有这个叫什么中继站，或者转运站。转运气的站，转运站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出得来的。至少很多人从前程市出来过。对，江青如果称一声话，说不定出得来的。他自己想不开那没办法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习近平不是没有压力，
那川普如果看懂这件事情的话，他其实这个牌可以打得更好一点点。因为这样说吧，第一，他真的打电话给赖清德；第二，140亿呢，至少先卖一部分出来。你先卖个40亿都好，那这样就有的玩了。所以他的牌很多，问题是看他怎么玩。但更重要就是，我们台湾人，我再说一次，要看懂，要会玩牌，要敢玩。台湾人只要敢玩的话，今天空间会大很多啊。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相信你那些古怪朋友从手机上传给你讯息，那都是骗你的话啊。所以多看看宝洁的节目啊，对你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。好，我们要让明老师在我们节目常常讲，这个世界是一盘棋。是。那你作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国家里面，你一定要去了解整个世界大事。那之前你还没有那种感觉，如果你看到了，你俄乌战争你有非常强的即视感，那你就可以讲到今天乌克兰，你也不是说俄罗斯想吞就可以吞掉。更不用讲伊朗问题，你都没有想到，你今天川普要去解决伊朗问题，居然把台湾的牌拿到牌桌上，而且这整个也就是中美的大对抗，而中美大对抗的中间最核心，当然就是台湾。那明老师讲，我们要看懂，而且我们要有自信，在这个棋局里面，我们不是等于说逆来顺受，到底台湾能不能怎么玩这个牌？我觉得大家还要去摸索，还要去往前走。非常谢谢明老师帮我们解读这一切，谢谢。非常谢谢您的留言，而您的留言我们都会来仔细的阅读。我们非常谢谢施娜77，你说谢谢我们的制作团队的精良内容，他小小心意，我们也感受到你的心意，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制作您喜欢的一个内容。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。然后呢，你说谢谢我的用心访问，你谢谢洪医师认真教学有关肾的健康这个知识。现在对于这种健康医疗是我们在网络的部分非常认真要耕耘的一块。我们当然希望台湾未来是一个强壮的国家，台湾未来也是一个伟大而这个健康的国家。另外，我们也感谢了这个 QB Jackie。那你说我们导正了台湾往正向的道路的无形力量，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因为我们相信说，走对方向，走正确的路，比什么都还重要。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个 Albert 王，他说你深有同感，从大中小去观看事情，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产业来说说他们的成长趋势。我们知道现在台湾的整个产业趋势是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，现在连韩国都非常的紧张，所以未来我们也会多报道这种产业趋势，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成长。另外就是非常谢谢林立清 D2S， 他说你现在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的打不败神话，现在台积电的50公里的强大供应链，我们现在也会针对这些国际趋势，而且在整个国际变化的当中，台湾我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然后，那我们也看到了，另外就是这个 Lovely 这个您提到的，就是说感谢我们精辟的见解，把台湾的情势诠释得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方向。因为台湾一直在往前走，台湾的往前走，我们要相信台湾。另外就是这个所谓的7-5里面，你特别就是感谢，我们也感受到您的这个对我们的肯定，我们真的非常谢谢。另外就是这个蓝静，您说谢谢我们制作优质的节目，他是一个退休人士，支持台湾，我们也希望整个台湾一起来进步。另外就是这个 Boy K。然后呢，你说谢谢我们提供这个内容，然后您说您是政大传院的学生，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也会非常努力的来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个喜爱。另外就是 Kenny KH4TC， 那你说很久没有看到宋老师了，那就宋国成宋老师，那你当然我们在两岸国际之间，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，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。然后呢，你说谢谢明老师，明老师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访问的来宾，未来他也会定期来上我们的节目。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喜欢我们也会非常认真，我们非常感谢，因为这么多人喜欢我，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责任，那也是一种我们需要的这种所谓的使命，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些工作做好，谢谢。